Hello， 大家好，七日殺終於更新 2.5 版啦。2.5 版要更新什麼呢？讓我們趕快看下去。首先，大家心心念念的空罐回來啦，又可以帶着空罐去河邊裝髒水啦。在遊戲初期，你會搜索到空罐，然後可以用空罐在河川、水坑中裝取髒水。要注意，馬桶跟水槽則是完全乾枯，裝好的髒水依舊需要煮沸才能使用。載具的儲物空間也獲得升級，讓你在末日世界的旅程更加便利。腳踏車增加1個欄位 ，Mini Bike 增加3個欄位，摩托車增加4個欄位，旋翼機增加5個欄位，4x4汽車則是增加9個欄位哦。此外，還加入了全新的載具儲物模組，每個模組會增加10格的空間，每台載具最多可安裝2個模組，代表最多可額外提供20格儲存空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當你安裝模組，載具的外觀也會同步改變哦。瘟疫兔兔喪屍跟冰爪要邁入歷史啦，取而代之的是牧場主喪屍，可以看到是印第安人的風格。還有這位查克喪屍取代了冰爪，看起來是位穿着羽絨衣的伐木工。可以看到這種造型的改變更貼合了七日殺的世界觀。雖然我個人是不太介意世界觀的問題啦。全新的氣味系統也將正式登場。話說古早的七日殺曾經有氣味系統，但這次主要的運作方式如下：當你的背包中有5個以上的生肉，就會產生氣味。氣味開始作用前會有10秒的緩衝時間，讓玩家有機會將生肉存放或打包。產生的氣味會以公尺表示其傳播距離，並顯示在左側的鼻子圖示上。而這距離會逐漸增加，直到最大值。意思是你持有的生肉越多，最大距離就越長。當氣味達到最大值後，會在空氣中短暫停留，再慢慢下降，直到完全消散為止。那要如何避免產生氣味呢？你可以用紙跟植物纖維將生肉5個一包封裝起來，或者將生肉存放在載具或儲存箱中。再來要注意，食物消耗也會產生氣味，因此吃東西要更加小心。連續使用多項物品會造成複合氣味距離，最大累積的距離可以來到100公尺。甚至玩家放屁也會造成氣味，大家記得夾緊一點哦。而玩家所在的環境也會影響氣味的距離，在室內或有遮蔽物的環境下，氣味距離只剩20%，並且會動態變化。再来，玩家也可以借由跳入水中來立刻清除氣味，這是洗澡的意思嗎？那喪屍會有什麼反應呢？一旦喪屍聞到你的氣味，他們會隨機偵測並向你的方向移動，移動速度則取決於遊戲選項中的氣味模式來決定。气味也會增加你的潛行偵測值。我認為這個設定主要會讓潛行的難度上升，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喜與挑戰。而環境方面現在能渲染臨近生態的雲層，風暴會由遠方慢慢靠近，而不是突然就出現在頭上。這可以當成玩家的早期警示，讓你提前準備，並決定是否進入該區域。而各個生態都有其獨特的視覺特效哦。
再來關於風暴系統啊，也重新設計如下：未穿防護衣物時，有30秒寬限時間，必須離開生態區或尋找遮蔽建築。穿上防護衣物後，可延長這段保護時間。進入遮蔽處後，會開始恢復計時，恢復速度是寬限計時的3倍。喪屍在暴風雨中會更加具有攻擊性，也更容易掉落戰利品。溫度系統也有了改變，影響玩家核心溫度的因素包括一天中的時間、遮蔽、陰影、天氣、濕度、其他環境因素。篝火火把消耗品可提升你的抗寒能力。高溫debuff分成2個階段，第一個炎熱，耐力恢復時需水量增加300%，所有移動速度減10%。第二階段酷熱，耐力恢復時的需水量增加600%，所有移動速度減少20%。低溫debuff也分2個階段，寒冷，長期食物消耗量增加100%，耐力恢復需要的食物再加30%。所有移動速度減10%。第二階段冰凍，長期食物消耗量增加200%，耐力恢復需要的食物量再加60%，所有移動速度減20%。為了對抗溫度與風暴啊，這次也增加了防護衣物，共有4種保暖或隔熱衣物，可以提升玩家的抗熱、抗寒與風暴保護時間，分別是襪子、帽子內襯、長內衣以及手套內襯。而這些衣物都有3種等級，穿上4件最高等級能夠提供最佳的抗溫與風暴抗性。這些衣物不會耗損，因此你可以不斷尋找更好的版本。此外，他們還加入了3種等級的護甲隔熱模組，可進一步的增加玩家的抗熱抗寒能力。我希望這個溫度設定將來可以更大幅度的影響遊戲體驗。全新的養蜂工作站來啦，讓玩家可以生產蜂蜜嘍！解鎖方式是在工作站制作 Tier 3，等級30時解鎖。制作所需的材料則是5個蜂蠟、100個木材、50個釘子、10個鍛鐵、8個膠帶。順帶一提，蜂蠟要在樹樁採集，或是牧場主喪屍也會掉落。制作完成後，需要10個菊花，或是10個金蓮花，或是10個棉花來啟動工作站。產出速度則是2天1罐。要注意，開啟蜂箱時，有小幾率會生成憤怒的蜂群，它們會咬你。而養蜂工作站可以裝3種工具模組。首先，煙燻器可避免生成憤怒的蜂群；再來，御蜂箱可以讓蜂蜜儲存量加倍。最後，收集器可以讓蜂蜜產出速度2倍。有了更多的蜂蜜啊，當然要有新的蜂蜜食譜嘍。首先，蜂蜜茶可補水並治療感染；再來是蜂蜜山威，更強的肉類替代品；再來是蜜汁排骨，這是頂級生存食物，提供150的食物值，並可治療感染。好誒，又有更多吃的啦！這次更新啊，遊戲正式加入完整的第3人稱視角支援，你可以在遊戲中透過快速鍵切換，在第1人稱與第3人之間無縫切換。這是玩家之間呼聲最高的功能之一，能提供全新視角，讓你更容易欣賞角色裝備、觀看地形，以不同的角度進行戰鬥。你可以選擇預設是第1人稱或是第3人稱，也可以調整第3人稱預設距離，還可以選擇自由旋轉。固定角色後方，或是仅持槍時固定。当然，主机或是伺服器也可以强制所有玩家使用固定視角，這對 3D 暈的朋友應該是很好的消息。而快速輪盤的選項也有改變，現在包括切換視角、丟武器、
切換裝備模組，或是調整第三人稱距離。而在第三人稱中，還可以左右切換鏡頭位置，同按鍵也可以切換瞄具縮放等級。而炮台系統也有全面升級，現在所有炮台都可以使用所有等級的彈藥。再來，穿透機制也有所改良，不同彈藥則有不同優勢，如穿甲彈打裝甲喪屍，空間彈則打一般喪屍。重新調整了任務系統判定，起始任務的前往商人會指向附近擁有最多任務點的商人，代表初始任務會把你帶到大城市的商人，這點算是方便，不用再刻意尋找大城市的商人啦。再來，商人現在每個等級會提供最多7個任務，任務會依照新的算法分配距離，3個近距離，3個中距離，1個遠距離，讓任務分配更豐富，且更容易獲得高等級的任務。這個改動啊，應該是為了讓大家不要老是接到同樣那幾個任務，確實應該修改一下，因為目前城市再怎麼大，但接來接去永遠是那幾個任務。角色視窗將重新打造，現在採用新的渲染系統，使用透視視角，4點光源，並可旋轉角色。還送大家一個免費的外觀包——原始生存者組合包，可以在 2.5 穩定版後，在遊戲內的 DLC 菜單免費領取，還有一個免費的聖誕帽，可在節慶間於戰利品中找到。最後，我們還迎來了全新的商人真模型，作為七日殺的看板娘啊！你看她的新造型如何啊？好啦，以上就是這次 2.5 更新的內容咯，你覺得如何啊？我個人是覺得啊，從 2.0 開始，官方的更新方向有點朝向簡單化，從衣服被拿掉、溫度被拿掉，到空瓶拿掉、設計圖拿掉，但到了 2.5 啊，卻一口氣大量回歸。這或許代表大部分的老玩家啊，還是喜歡豐富度高、偏複雜的玩法。雖然表面上啊看起來好像繞了一圈，但我個人覺得啊，有在改變就是好事，總比千變一律好。你嘞？你喜歡豐富複雜的玩法，還是單純比較直覺的玩法呢？還有什麼系統希望加進遊戲中呢？歡迎留言討論一下哦。那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